今夜的雨像是发了狂般，下得格外的大，黑沉沉的天也几乎要坍塌下来。没人会想在这种怪天气出门，但那位天才科学家腐乱全球多印博士，不知是受到了神的启示，还是单纯的精神发了狂，竟正在那边的悬崖上垂钓。忽然，不远处的海面上传来了一阵骚动。是乌鸦，它们成群结队的正啃噬着什么。滚开！你们这群只知道吃的乌鸦！在乌鸦飞离处，只见一团腐烂的深海鱼肉。就在这时，一道闪电划破了天际，不偏不倚，刚好劈中了这团古怪的腐肉。紧接着，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这团腐肉竟开始闪烁出诡异的青色光芒。这难道就是老朽穷尽一生想要寻到的超新细胞吗？只要有了这个，老朽的研究就一定能完成了。博士随即带着腐肉，立刻返回了他巨大的宅邸中。这就是他探寻生命奥秘，企图制造人造生命的实验基地。在一系列的尝试与神的启示下，他终于诞生了。我可爱的孩子啊！父亲大人。但好景不长，博士由于长期的疲劳而卧床不起。看着已时日无多的博士，他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问题：父亲大人，为何我会在这里呢？为何总觉得在很久以前，在漆黑的深海里，我就已经死过去一次了呢？可惜答案还没有说出口，博士就永远地闭上了双眼。不要留下我一个人，父亲大人，父亲大人！面对博士离世所带来的冲击，孤独的他在宅邸中肆意的破坏，尽情地发泄着心中强烈的悲愤。随后，带着对自身存在的困惑，宛如出生孩童般好奇的他，看着远方闪烁的灯光，内心充满了期盼，不由自主地走向了前方。但没想到的是，在城市之中，仅仅只是由于容貌的丑陋，他一次又一次受到了谩骂与嘲笑，最后甚至连他自己也一度无法接受自身的样貌，而变得狂躁了起来。很快，城里的人们开始蔑称他为怪物，并且还三番五次地使用武力来试图摧毁这只与他们不同、长相丑陋的怪物。而面对这些毫不讲理的对待，他也越发的暴逆了起来。我要诅咒这生来丑陋的躯壳，我就是怪物，我要带着这份恨意诅咒所有的人类。而事实上，他的愿望并没有成真。聪明的人类设计将他封在了厚厚的混凝土中，丢入了茫茫大海。怪物啊，就这样沉睡下去吧，好好的沉睡在大海的黑暗深处。是啊，你原本就是一条深海鱼，就像现在这样睡吧，我疼爱的怪物。在遥远的太平洋的彼方，在那黑暗的深海之底，那是连光也到不了的地方，栖息着身体比黑暗更为漆黑的无眼深海鱼。没人知道它们在这，甚至连它们的存在也无人知晓。从远古的时代开始，就一直沉睡在这无限的黑暗之中。以上故事出自漫画家日野日出志的作品《恐怖的怪物》。想必痴迷于恐怖漫画的朋友们一定对这位作者的名字很熟悉了，而对于不熟悉的朋友，想必也一定听说日野日出志老师的另外一部作品，堪称世界10大禁片之一的下水道美人鱼了。而日野日出志老师的作品
大都拥有一个共同的世界观，那就是疯狂、阴郁以及带着浓厚悲剧色彩的角色。在那如同 B 级片般猎奇的画面下，是一个个令人感到悲伤的故事，畸形、异化、丑陋的人被社会所敌视。而事实上，现在的社会中也同样充满着相同的故事。在大众化的理解下，人的外部特征常常会被看成是自己内在价值的一种反应，所以丑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下都代表着恐惧、羞辱和残疾。人们在无法接受丑陋的同时，也恐惧着丑陋。在老爷子的作品中，不论是本片所介绍的恐怖的怪物，还是那个由于全身囊肿被全村人唾弃而最终亲身走向坟墓的藏六的奇病，无一不是探讨的大众对于丑陋的态度，同时也正告诉着作为读者的我们，丑陋的也许并不是正遭受大众所唾弃的那些表象，而是你狭隘又固执的思想。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真正在说关于怪物的故事，而是在讲述的那些被边缘化、孤立无援的人们。因此，日野老师也将自己的作品风格称为怪奇抒情，也就是指通过猎奇怪异的元素来包装一个充满浓烈悲剧色彩的故事。他少见地将抒情元素巧妙地融入到了恐怖漫画题材中，以此创造出了一个可悲、可爱又可恨的世界。而关于这里提到的怪奇抒情，其实也有着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原来恐怖漫画并不是日野老师唯一创作过的题材，老爷子在投身漫画创作以来，搞笑、少女各种题材都通通尝试过，但无一例外全都以失败告终。而在他那最后几乎想要放弃漫画创作时，经朋友推荐阅读了奇幻小说家雷布莱伯利的作品《图案人》后大受震撼。在这之后，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了怪奇抒情这两个词，并且这两个关键词也成了他日后作品的主要基调。回到本片的故事，为了让大家更深入地踏进老爷子所创造的世界，我们将通过故事中主要角色的糖胶玩具来进行说明。这款糖胶玩具是玩具品牌 Unbox 在2019年所推出的产品，也是至今唯一一次怪物的实体化。可以看到，在造型上不仅忠实还原了漫画中的形象，而且也保持了糖胶玩具厚实的质感，让这只怪物更具分量。虽然这款不是初代的原色版本，而是紫色变体版，但相比于初代版本，这款紫色透明糖胶中混有的斑驳闪粉，反而让怪物这一角色具有了更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我们从头部可以看到，满头的黑发全都湿哒哒地塌在了头顶顶上，脑袋是偏扁的椭圆形，双眼出奇的大，几乎占据了整个脸部的2/3。更为怪异的是，脸上的肉也如同长时间泡发在水中那样，显得尤其的臃肿而拉垮。这样一来，哪怕眼睛再大，也只是显得无神与呆滞而已。再加上嘴巴裂开时露出了2颗獠牙，确实是一副阴森可怕的样子。而遍布全身的纹理也能轻易让人联想起鱼类或是两栖类动物身上的肌理。不过这倒也正常，毕竟它就是由一团腐烂的深海鱼肉所创造而成的。除此之外，怪物的体态也与常人不同，驼背，头部前倾，双手及膝，并且没有任何的性别特征。虽然如此，但手脚还是长得孔武有力，也难怪在故事中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军队派出的坦克了。而在脚底板竟然还有着一些被他所踩扁的垃圾残骸，只可惜这些残骸除了原色版本以外，其余的变体版都没有做单独的涂装。而说起变体版本，其实在后续也曾推出过黑色与绿色，虽然是相同的素体，但不同的配色涂装还是为角色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感觉。尤其是这款阴郁的黑色变体，一头银发的涂装搭配着混有闪粉的黑色透明本体，再加上皮肤拉伸处的珠光色处理，不仅将怪物的压迫感提升到了另一个级别，还将故事后半段中怪物不甘被人类野蛮对待而奋起报复的盛怒给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里被边缘化的怪物终于开始了自己的复仇，不禁让我们想重新思考一下，到底是什么让原本纯粹的他开始暴逆了起来？
甚至想要诅咒全人类，是其丑陋的外表，还是它与大众标准所不同的特征呢？最后，回到这期的标题，这也是想对所有人提出的一个问题：丑陋是罪吗？